这脏东西滚远点儿，别污了王府的地界。好，很好。想我堂堂魔道女帝，前世杀人营业，令仙门百家闻风丧胆，渡劫失败也就罢了，居然穿进了一本烂俗的画本里，还成了书中那个为了衬托女主高洁，全家死绝的泡妃郡主。看什么看，臭要饭的，还不快滚！给本座趴下！莫欺少年穷，懂不懂啊？懂不懂？本座当年屠城的时候，你爷爷还在穿开裆裤，敢扔本座，你也配？什么？王死都死不清醒！王爷，这小乞丐疯了，他是来捣乱的。他在书里看过这剧情，今天要是进不去这个门，今晚就会冻死在街头，然后萧绝这蠢货继续当舔狗，直到把偌大的王府彻底做没了。萧绝，你个始乱终弃的渣男！是你，云之翼的主。是我，你跟那个白莲花在那儿情情爱爱，让我娘惨死乡下，现在还想杀我，虎毒还不食子呢，你连畜生都不如！把手松开，不然本王捏死你！杀意，这货是真想杀了他。你属狗的吗？放开本座，今日你不认也得认，这王府是我的，钱是我的，你也是我的。想进王府，进来了，可能会死得很难看。本座怕此，本座怕你死得不够快，没人给我挡刀。这股疯劲儿，怎么跟他年轻时在战场上杀疯了的样子有那么点像？行，留着吧。管家，给他口饭吃，等哪天本王死了，让他随葬。随葬，想得美！既然进了这门，这王府以后就姓云了。小郡主，老奴带您去洗漱。不用，先带我去库房。去库房做甚？清点家产，谁敢动本座的1两银子，本座就把他天灵盖掀开当玩使。王爷，侯府来人了，说是苏夫人，苏连月身子不适，想请王爷过去一叙。备马，快备马，本王这就去。这便宜爹，脑子里装的难道全是泔水吗？那苏连月明明是在酒楼请客没带钱，找着冤大头去买单的。原书中，萧绝这次去了，不仅被骗了2500两，还被苏连月的丈夫当众羞辱，回来后更是郁郁寡欢，直接喝得胃出血。既然讲道理听不懂，那就雾里幻想。给本座站住！你敢打本王？打的就是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！那女人叫你去你就去，你是狗吗？招之即来，挥之即去！闭嘴！连月是你能议论的，他身染重病。病个屁！他是在醉仙楼请一群书生才子吃饭，为了装阔上点了最贵的席面，结果没钱结账被扣下了。叫你去是让你去当冤大头付钱的。胡言乱语！连月冰清玉洁，怎会去那种地方？说，那个坏女人到底在哪儿？不说，就把你手指头一根根掰断为狗！在醉仙楼，夫人被掌柜的扣住了，让小的来骗，请王爷去救急。他骗我，他为什么不直说？本王难道会在乎这点钱？爹，你是不是特别想见他？那就按我的法子来，咱们带上府里所有的侍卫，再把京兆尹的人叫上，直接冲进醉仙楼，就说有人绑架了侯府夫人。如果他给钱了，咱们就说是误会；如果他没给钱，咱们就当场把那酒楼砸了，说是黑店敲诈勒索，把事情闹大，闹到全京城都知道苏连月吃饭不给钱。还有，顺便派人去侯府，把他那个宝贝儿子绑了，告诉他敢骗我爹的钱，我就让他儿子少条腿，要是还不解气，就把他家祖坟刨了。这特么是3岁还能想出来的招，这简直是土匪下山啊！不妥，这是犯法的。我是反派，我怕谁？我是郡主，我怕谁？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你就吃这点儿，难怪打不过那个太子。谁教你这些的？这还用教？那个太子长得尖嘴猴腮，一看就是个坏种。你长得这么好看，却这么窝囊，肯定是被人欺负了。爹，以后跟我混，只要你能把那个绿茶戒了，我保你当皇帝。大逆不道！这种话要是传出去，我们要被诛九族的。怕什么？
谁敢动我，我就把他们斗杀喽！他这女儿脑子是不是真有点问题？大河向东流啊，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，嘿嘿沙沙沙，全都杀掉啊！这是唱的什么阴间曲子？王爷，咱们府上是不是闹鬼了？云昭昭，你给本王闭嘴！睡不着，练练嗓子。爹，你要不要上来一起唱？滚下来睡觉！我不，除非你答应我明天把库房钥匙给我。给你，滚去睡觉！王爷，不好了，宫里来旨意了，陛下召您带小郡主立刻进宫。进宫？这剧情他熟。太子那个老阴笔，肯定是昨天听说晋王府私生女，又听说醉仙楼的事儿，准备在皇帝面前给他们父女俩挖坑呢。爹，把你的剑带上。带剑干什么？万一皇帝老儿不讲理，咱们就劫持他杀出去。祖宗，这话在宫里千万别说，那是你皇爷爷。哼，行，那就先叫爷爷，叫得不爽了，再让他变孙子。别抠了，那是御赐的。御赐的怎么了？能换烧鸡吗？爹，一会儿进宫，你只管装哑巴，剩下的交给我。你也给本王闭嘴！陛下正为边关战事心烦，若是太子借题发兴，咱们父女俩今天怕是要脱层皮。太子，萧景那孙子啊，书里写的清楚，这萧景表面仁义，实则是个窃取萧爵军功的伪君子。萧爵那一身伤病，大半是当年为了救萧景留下的，结果萧景转头就勾结苏连月，给萧爵下慢性毒药。放心吧，爹，我会好好跟太子叔叔相处的。儿臣参见父皇。爷爷，你也太威武了吧，比我家那个天天喝酒哭鼻子的爹强多了。昭昭，不得无礼，这是陛下。什么陛下？这是我爷爷。你是阿珏带回来的那个孩子？是呀，爷爷，这地砖好凉，昭昭膝盖疼。赐座，给小丫头拿点心来。这节奏不对啊！父皇，九弟果然好福气，有了这么个伶俐的女儿。只是听说昨日九弟为了苏侯夫人，不仅大闹醉仙楼，还动用了京兆尹的关系，闹得满城风雨。此事若是传出去，恐怕有损皇家颜面啊！爹，这就是那个欠咱们家钱不还的坏叔叔吗？小郡主在说什么？姑何时欠过九弟钱？怎么没欠？我爹说了，当年他替你在战场上挡了3刀，救了你的命，你说要涌泉相报，结果呢？我爹现在穷的连给我买身新衣服的钱都没有。昨天那个苏姨母吃饭不给钱，还是拿我爹的私房钱去填的窟窿。太子叔叔，你既然这么有钱，这么关心皇家颜面，那你把欠我爹的命钱还了吧，也不多，就要10万两。你这是胡搅蛮缠！姑与九弟那是兄弟情谊，兄弟情谊能当饭吃吗？我爹都被人欺负成啥样了，连个女人都敢把他当提款机。太子叔叔，你既然是好哥哥，你怎么不管管？除非太子叔叔你是故意的，你想看着我爹饿死，然后好霸占他的家产。放肆！爷爷救命啊！坏叔叔要杀人灭口了，他不但欠钱不还，还要打小孩了。够了，太子，你身为储君，这点气度都没有吗？阿珏是你亲弟弟，他在外受了委屈，你不帮衬也就罢了，还在朕面前搬弄是非。儿臣知错。这孩子虽然是个混不练的，但话糙理不粗，这是在替他爹鸣不平呢。行了，别嚎了，赏靖王黄金1000两，锦缎100匹，赐云昭昭安平郡主封号，特许宫中行走。谢爷爷，爷爷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这就翻盘了？他不应该被骂得狗血淋头吗？昭昭，以后离太子远点，他很危险。爹，他不危险，他只是一块稍微硬点的磨刀石，回头把它磨碎了，正好给你铺路。他这闺女到底是来报恩的还是来报仇的？对了，爹，刚才爷爷赏的1000两黄金，是不是该归我保管？那是本王的，你的就是我的。
不然我就告诉全京城你晚上睡觉磨牙放屁，还说梦话喊那绿茶的名字。给你，都给你，祖宗。都给本座轻点，磕了碰了，把你们的脑袋拧下来当夜壶。搬去库房。钥匙？什么钥匙？库房钥匙，你答应我的。男子汉大丈夫说话不能像放屁。王爷，小郡主，这天色已晚，不如先用膳。库房钥匙，哎呦，老奴一时想不起来放哪儿了，许是丢了。忽然想起，眼前这个小祖宗，昨天可是徒手掀翻了一个180斤的侍卫。带路。钱呢？小郡主，您知道的，这几年府上开销大。贞元2年3月，连月为置办春日宴头面，支银300两。贞元2年7月，连月为修缮侯府后花园，支银800两。贞元3年1月，连月闻江南有才子落魄，心生不忍，支银500两以辞助之。他辛辛苦苦撒泼打滚，从老皇帝牙缝里抠出来的1000两黄金，还没捂热乎呢，结果家里是个填不满的无底洞。这哪是养爹，这分明是扶贫。小郡主息怒，这都是王爷默许的呀。苏夫人也是为了王爷您的颜面，毕竟咱们王府和侯府情同。把门关上。谁敢？今天谁敢放这老东西出去，本座就把谁的肠子抽出来，挂在王府旗杆上当鞭炮。小郡主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老奴要见王爷。说吧。说什么啊，小郡主？除了那个苏连月拿走的，剩下的钱去哪儿了？没了，都被苏夫人拿走了。还嘴硬！荒谬感和耻辱感在他心中炸开。他为了苏连月耗尽家财，众叛亲离，弄得自己人不人鬼不鬼。结果呢，他的管家吃得脑满腹肥，他的亲生女儿饿得皮包骨头。他所以为的冰清玉洁、情非得已，在这一沓沓冰冷的借条面前，成了一个天大的笑话。我说，小祖宗别打了，钱在老奴的私宅里。王府的音箱这几年被老奴扣下了一半，都是小的鬼迷心窍。王爷饶命，郡主饶命啊！发财了！爷，还愣着干嘛？抄家呀！走，爷，我带你去发财。都给本座跟紧了，左转。对，就是那条巷子。今天本座要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打家劫舍。他身为大前战功赫赫的靖王，府里的门槛都被白蚁蛀空了，连换个新鲜的都要犹豫半个月。而他府上一个管家，竟然住得起这样的小金桃。爹，发什么呆？这时候不应该直接踹门吗？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当反派不是，当王爷怎么能这么斯文？废！给本座！这就是暴力美学。爹，请进。爹，快来看，这是前朝汝窑的葵口喜，宫里爷爷那儿统共也就3个，这儿居然有一个拿来喂狗。这狗吃的是100年人参炖红烧鹿肉，原来在咱们家做王爷还不如做条狗啊！他堂堂7尺男儿，保家卫国，浴血沙场，到头来他的女儿饿得面黄肌少，他信任的管家养了一条狗，却在吃人参鹿肉，荒谬，太荒谬了！王爷息怒，这都是小的怕您平日里太辛苦，特意替您养着的，这都是给您留的。替我养狗？那是他母妃最新的一件衣裳，当年母妃过世，这件衣裳不翼而飞，他问遍全府，王府痛哭流涕地说是不小心被老鼠咬坏了，怕王爷伤心便烧了，因为信任便从未怀疑。可
可现在他穿在一个奴才的小妾身上，这就是你说的被老鼠咬坏了。王爷，老奴该死！本王的东西宁可毁了成灰，也不给你们这群脏东西留着，给本王砸！除了金银细腕，凡是玉制之物，凡是那个贱徒碰过的东西，统统给本王砸碎，一片瓦都不许留！王爷，发现这个。爹，看来不仅这老狗吃得好，那个冰清玉洁的苏石魔也分了不少羹呢。蠢货，没脑子！云昭昭在呢，爹。收拾东西，明日一早，咱们去侯府送苏夫人一份大礼。爹，这老东西怎么处理？杀了。杀了它太便宜了。我听说城西有个黑煤匠，专门收签死契的苦力，一个壮劳力能卖20两银子呢。卖了他的钱，正好够咱们王府上下所有人吃1个月红烧肉了。狠，太狠了！杀了王服侍解气，可把他卖去挖煤，让他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最后榨干的价值还用来改善大家的生活，这简直是魔鬼的逻辑。准了。都是大叔呀！昭昭，是爹，对不起你们母女。若是早几年有这些钱，他的母亲怎会病死在乡下？他又怎会饿得皮包骨瘦？道歉，道歉有用的话，还要刀干什么？爹，眼泪和后悔是这世上最没用的东西。你要真想赎罪，就给我支棱起来。咱们不仅要把属于我们的钱拿回来，还要把那些欺负过我们的人一个一个全都踩在脚下，让他们跪着唱征服。王爷，不好了！苏侯夫人、苏连月来了，人已经到前厅了。哼，来得正好，我的大刀早已饥渴难耐了。萧绝哥哥，我是来向你谢罪的。昨日之事全是误会，我在醉仙楼苦等你许久，谁知急火攻心，竟晕了过去。这套说辞他演练了无数遍，按照以往的经验，此刻的萧绝应该已经心疼的冲上来扶住他，然后把所有的错都揽在自己身上。爹，这就是那个吃饭不给钱，让你去刷碗的阿姨吗？阿姨，你看我爹干嘛？你既然是来谢罪的，诚意呢？钱带了吗？我爹昨天替你垫了2500两，我这人做生意最公道，给你算个有赢价，利息500两，一共3000还是银票。萧绝哥哥，你就任由这孩子如此羞辱我吗？难道我们这么多年的情分，在你眼中就真的抵不过这区区几两银子？他不是什么孩子，是陛下亲封的安平郡主。还有，本王确实没钱了，府里上下连条像样的狗都养不起了。萧绝哥哥，我听说陛下今日赏了你1000两黄金。不瞒你说，侯爷最近在官场上需要打点，手头实在有些紧，你我之间也不必见外，能否先借我500两周转一下？他盯上的是这个，不是来还钱。敢动本座的奶粉钱？哼，想去吃呢！那是本座的钱，本座的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来要？来人，送客！给本座记住了，从今天起，晋王府的大门，这女人和狗不得入内，谁敢放她进来，下场参考王府。小绝，你好，你很好，这笔账我记下了。萧绝哥哥，你终究是出来了，
你若是手头拮据，与我说一声便是，我便是砸锅卖铁也会帮你。可你为何要构陷中仆？王管家自小看着你长大，忠心耿耿，怎会做出贪墨之事？定是有小人在你耳边挑拨离间，蒙蔽了你啊！阿婶，别演了，你这眼泪还没我家后院井里的青苔多呢。都睁大眼睛看看，这就是那位中仆的私账，每一笔都清清楚楚地记着这位苏大神的名字。55分账做，合作愉快啊！贞元4年2月，这一次说南海珍珠是分值600两，据说为其表兄偿还土资，说分了3000两，我分1500两。苏夫人，这可是真的！天哪，靖王府的钱原来是这么没的！这苏夫人看着冰清玉洁，没想到她做梦也没想到，王府那个蠢货竟然会把这种东西留下，更没想到一向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中的萧绝，竟会如此不留情面，任由一个黄口小儿当众羞辱他。萧绝哥哥，你听我解释，那是我被逼无奈，我是有苦衷的。别碰本王，嫌脏！好了，这些年你伙同王府从靖王府共计挪用30万两白银，加上我爹的精神损失费、名誉损失，还有我的误工费、营养费，凑个整，一共50万两。大婶，给钱！住手！萧绝，你一个大男人欺负一个弱女子，算什么本事？这些钱当初都是你自己心甘情愿赠与连月的，哪有送出去的东西再往回要的道理？你这是想逼死我们侯府的寡媳吗？赠与？我爹连皇爷爷御赐的贴身之物都赠与出去了。老太婆，你可知道私相授受御赐之物等同于变卖，乃是欺君之罪。你要么还钱，要么咱们现在就进宫，让你全家去大牢里团聚，选一个。又晕了，别怕，本座祖传专治各种晕厥，一针提神醒脑，2针长命百岁，保证扎完之后你精神100倍，能扛着麻袋去还钱。还钱？咱家奉太子妃娘娘懿旨，听闻安平郡主回归王府，身边却无个教养嬷嬷，特来照看郡主起居，教导宫中礼仪。好呀好呀，终于有人陪我玩了。郡主乃金枝玉叶，身份何等尊贵，怎能如乡野村夫般当众啃食，毫无仪态？从今日起，郡主需学规矩，每日饮食只许清粥小菜，静坐抄书，此为宫中第1条规矩。嬷嬷教训的是，昭昭知错了，昭昭愿意学规矩。看来不过是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。既然郡主知错，那便要受罚。这第2条规矩便是有过必罚，请郡主伸出手来，这是要借慎体罚，给他一点颜色看看。嬷嬷，你这手指长得有点歪，不直。本座帮你正一正骨，不用谢。较什么劲儿？再较就把你舌头拔出来，打个漂亮的蝴蝶结。看来是他多虑了。爸。爹，李嬷嬷这是怎么了？是不是昨晚偷吃什么东西过敏了呀？看来嬷嬷的身体不太好，不适合照顾我这么活泼的孩子。不如就让她去马厩帮王大叔扫马粪吧，那里空气好，还能锻炼身体呢。准了。殿下，一切都已安排妥当。废物！既然在王府里弄不死他，那就让他自己走出来。3日后，宫中百花宴，广邀宗室权贵，务要让这对不知天高地厚的父女有来无回。这明显是鸿门宴。去，干嘛不去？百花宴肯定有很多很多好吃的。
而且我听说太子那个尖嘴猴腮的东宫里，宝贝比咱们抄家抄来的还多呢。你的眼光是在垃圾堆里练出来的吗？这小胖斗长得尖嘴猴腮，哪里像你了？天罗地网，只等猎物入瓮。靖王殿下，安平郡主到。看，那就是靖王。听说他府里穷的都揭不开锅了。这衣服的料子，怕是连我家下人都不穿。大神，你别笑了，你一笑，脸上的粉就往下掉，像刷墙一样，我看着都替你心疼。还有，大神，你身上的香味太冲了，闻着跟狐狸一样，好臭啊！你个没养的头！我有没有教养不知道，但我知道背后说人坏话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。爷爷说这叫长舌妇，是要被舌头的。萧爵哥哥，前些日子的事都是连月的错，但孩子是无辜的。宝儿，快叫干爹！干爹，干爹！我怎么从没听说靖王认了侯府的小世子当干儿子？你傻呀！你看看那孩子的眉眼，是不是跟靖王年轻的时候有几分像？难道说……爹，别脏了手。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，何曾见过我儿子这般通身富贵的气派？爹，你的眼光是在垃圾堆里练出来的吗？这小胖斗长得尖嘴猴腮，哪里像你了？娘，他不是我爹的儿子。我说他不是我爹的儿子。郡主何出此言？宝儿虽非王爷亲生，但王爷一向视他如己出。别碰瓷我爹，这小子印堂发黑，双眼无神，气血浮虚，一看就是。最重要的是，他这副鼻孔朝天欠揍的模样，分明和太子伯伯长得一模一样啊！放肆！哪里来的黄口小儿，敢在御前满口胡言，构陷储君！来人，给姑掌嘴！苏氏，陛下明鉴，陛下明鉴啊！臣服冤枉，宝儿她绝对是侯爷的亲生骨肉，是侯府的纯正血脉啊！是这野丫头，是靖王，是他们要毁了臣府，毁了侯府！皇爷爷，您看，您仔细看，这上吊的眉毛，这朝天的鼻孔，这叫家族遗传，错不了。父皇，九弟纵容其女，当众胡言乱语，污蔑储君，扰乱宫宴，此乃大不敬之罪，请父皇严惩。皇，儿臣管教不严，甘愿受罚，但儿臣也恳请父皇一件事，彻查此事，还天下一个真相，也还昭昭一个清白。若昭昭所言有半句虚假，儿臣愿以项上谢罪。皇爷爷，别吵啦，是不是一家人？这事儿简单。我早上路过太医院的时候，捡到了这个好东西。太医伯伯说，这叫盐血谷，是南疆进贡来的神物。只要是至亲的血滴在一起喂给他，他就会兴奋地变成红色，满地打滚。但如果不是亲生的，他就会当场变黑，然后拉肚子。素儿，你家被抄了，赶紧收拾收拾，搬家吧！查，给朕一寸一寸的查，那个逆子在东宫私藏了多少赃银，全都给朕挖出来。朕倒要看看，他拿朕的俸禄，拿靖王的军饷，养了多少见不得人的东西。皇爷爷，查账我最熟了。坏伯伯肯定把钱都藏在墙缝里、地砖下、耗子洞里了。昭昭的眼睛最厉害了，保证帮爷爷把他们家的老鼠窝都掏干净，一个同伴都跑不掉。好，
传朕旨意，命靖王萧决协理安平郡主云昭昭持镇金牌，统领御林军，全权查抄东宫，凡有所获，直接入靖王府库，不必上缴国库。儿臣领旨。谢谢爷爷，爷爷你真是全天下最好的爷爷。去吧。爹，快走快走，去晚了，好东西都被别人藏起来了。萧决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孤乃大前楚军未来的天子，你们这群乱臣，敢动孤一根汗毛，孤来日必将你们诛杀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你家被抄了，赶紧收拾收拾，搬家吧！都愣着干嘛？等他请你们吃饭吗？我跟你们说，抄家是有技巧的，所有带龙纹的东西别碰，那是罪证。所有看起来特别贵、特别沉、特别不起眼的，都给我砸开看看。左边那个花瓶，对，就是你筹的那个，底座是空的，里面有夹层。右边那个书架，第3排第5本，书是假的，后面是机关。还有那个地转，颜色跟旁边不一样的，都给我撬了，下面肯定有地窖。听郡主的，给我砸！是。继续。终于明白父皇为何会如此暴怒。爹，本座感觉这里面藏着个大家伙。爹，本座感觉这里面藏着个大家伙。住手！住手！不准碰！那是孤的承恩柱，谁敢动它，孤要他死！是。这根柱子是太子15岁时先皇赏赐的东宫镇殿之宝。他的反应太过激烈，太过反常。我征战沙场与王共舞的直觉告诉我，这里面藏着的东西比私造龙袍和玉玺要可怕100倍。本王倒要看看，你这柱子里到底装了什么妖魔鬼怪。南疆巫蛊的印记。看来这柱子里藏的是见不得光的勾结。那是北蛮王庭狼主金牌。北蛮，穆非身中的奇毒，果然不是意外。大前边关布防图。3年前，北境急爆，我率军驰援，却落入敌军精心设计的包围圈，九一声，拼断3根肋骨，废了1条腿，才带着残兵杀出重围。1年前，南疆古尸潜入京城，穆非身中奇毒，我寻遍名医，散尽真假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他痛苦。却那不是天灾，是我一直敬重的好大哥，一步步将我推入深渊，将整个大前推向毁灭的边缘。本座想了想，你肚子里的坏水最多，肯定能帮他好好消化消化。3年前，雁门关大劫在望，本王麾下8万精锐，却在回防途中遭遇北蛮神兵天降般的伏击，一夜之间全军覆没。本王拼杀出重围，身中北蛮王挺秘制的持骨寒之毒，经脉寸断，武功半废，从大前战神沦为京城人人可欺的废人笑柄。是孤又如何？你萧决战功赫赫，为威震朝野，父皇的眼里只有你这个战神，军中的将士也只知有靖王，不知有太子。孤若不借敌国的手废了你，这把龙椅孤坐得安稳吗？8万条人命，8万条啊！
哈哈哈哈哈！成王败寇，孤不后悔，孤只恨没让你和那8万族一起留在雁门关外。王爷三思，太子虽犯下滔天大罪，但终究是一国储君，需交由陛下用国法发落。你若在此私自斩杀，便是抗旨弑兄，正中奸人下怀，会落人口实啊！爹，莫要污了皇爷爷御赐的金红宝剑，他不配死在你的剑下。对呀，让他这么轻易的得了，太便宜他了。坏伯伯，你看这小虫子好像吃坏了肚子呢。本座想了想，你肚子里的坏水最多，肯定能帮他好好消化消化。求生不得，不能，别直接杀了他，要痛苦1万倍。爹，你记住了，从今往后谁敢弄你，本座就让他全家上下一起赔。8万将士的血债，30万两的银子，还有娘亲的命，一笔一笔，咱们连本带利，慢慢讨回来。我还有昭昭，我不再是一个人。很好，下一个就是你了。证据都是抄家抄出来的，不是坐在屋里想出来的。后宫之中最爱用西域奇香的还有谁？好一个深藏不露的提线人，好一招美人计。仅凭香料味道，终究只是推测。玉贵妃，她母族乃是西域巨富，与大钱通商已历3代，势力盘根错节。若无确凿铁证，便贸然发难，恐怕会引起朝局动荡，后宫生变。爷爷，你这皇帝当的怎么婆婆妈妈的？跟这种从西域来的臭狐狸讲什么证据？证据都是抄家抄出来的，不是坐在屋里想出来的。爹，带兵，咱们现在就去玉贵妃讨教一番。只要房子塌了，里面的东西自然就全都跑出来了。这小郡主是真敢说呀！父皇若顾及皇家颜面，若怕朝局动荡，此事便由儿臣一人承担。儿臣这就去请贵妃娘娘赐教一番。靖王殿下，此乃后宫禁地，贵妃娘娘的寝宫，你无照带兵，形同逼宫，这是谋逆大罪，你担待得起吗？靖王府办案，查抄细作。挡路者，杀无赦。靖王殿下真是好大的威风，不问青红皂白便带兵打上门来。怎么是太子刚刚倒台，王爷便迫不及待的想效仿那乱臣贼子，来本宫这里耀武扬威了吗？皇爷爷，外敌压境，朝堂之乱，您一直坐在这里，可守不住这江山，坐不稳这龙椅的。父皇您日日相伴的进士，乃是南疆死士核心。这座皇城大前朝堂之中，究竟还藏着多少暗藏异心之人？萧玄，你如今才知惶恐，为时已晚。你以为除掉总管查抄东宫，便能安稳江山？大前北境防线早已形同虚设。一族10万古军联合北蛮铁骑，早已集结，便虎视眈眈。国库空虚，经济兵力薄弱，不出半月，大前危在旦夕。反派话术千篇一律，实在无趣。太吵了。大夏将倾，唯有手握兵权的靖王，能撑起大前山河。传朕旨意，自此刻起，京畿3大营12门骑军，全数交由靖王萧决统一节制调遣，赐天子剑，持剑可行先斩后奏之权。朝野内外，但凡牵涉逆党乱臣，无论品阶高低、皇亲国戚，若敢阻挠平乱、负隅顽抗，一律按律严惩，以安朝野。儿臣领旨，那些刻意流出的假名册，皆是逆党用来扰乱朝局的算计。既然他们妄图搅乱朝堂，便顺势而为，彻查朝野，根除隐患。儿臣明白。赵德，末将在。持本王令，调300御前禁军，即刻严守京城9门，杜绝人犯私逃。9门主事若有阻拦，可凭御赐佩剑，一律秉公处置。末将遵令。传令3大军营集结5万精锐兵士入城巡查值守，
把控城内各处要道，安定京城民生秩序。其余兵士随我一同前往，依照名册排查乱党窝点，整肃朝堂风气。爹，第一个就去户部尚书府吧。听闻他家库房囤积物资颇多，正好充盈府库，以补国库空缺。好，先赴尚书府，依规彻查，清查所有逆党关联之人。爹，别听那个老登瞎说，这下面藏着好大好大一个空心铁疙瘩，里面不仅有金山银山的味道，还藏着其他好东西呢。萧决，你这嗜杀成性的武夫，深夜无照带兵包围重臣府邸，意欲何为？你想挟天子以令诸侯，趁乱清除异己，谋朝篡位吗？苍天无眼啊！老夫为官30载，素喜蜜媚，家中唯有粗茶淡饭，两袖清风。今日竟遭奸党构陷，天道不公，忠臣泣血啊！靖王若要入内，就先从我等尸体上踏过去。王爷，要不末将先派人把他们强行撒开。爹，这老登戏真多，这演技不去勾栏院唱大戏，真是委屈他了。本王奉旨平乱，持天子剑，查抄逆党，奉的是皇命，诛的是国贼，挡路者视为同党谋逆，杀无赦。你敢！全绑了，入府，挖地3尺，敢反抗者就地格杀。是，王爷，这府里上上下下都翻遍了，除了几百两现银和一些发旧的布匹衣物，连件像样的玉器都没有。这钱德光，难不成真的？萧决，明日老夫定要在太庙前死谏，告你个聒噪！哼！爹，别听那个老登瞎说，这下面藏着好大好大一个空心铁疙瘩，里面不仅有金山银山的味道，还藏着其他好东西呢。钱大人，你家这老咸菜长得还挺别致啊，就是不知道吃了以后是能长生不老，还是能当场投胎呀？井？什么井？那井里只有老夫为官30年，省吃俭用攒下的几坛子咸菜，是老夫留着过冬的口粮。靖王殿下，你连老臣的咸菜坛子都不放过吗？你这是要逼死忠良啊！戏真多。下井。是。那枯井深达10丈，底部有重重机关，井壁石缝中有南疆秘法培养的剧毒瘴气，不吸入这群没脑子的大头兵，能活着把东西带上来。有毒！井下有毒气，看到了吗？天谴，这是天谴！前尚书忠正廉明，连上天都看不过去，降下惩罚了。萧决，你这逆天行事的乱臣贼子，还不速速束手就擒！就这点伎俩，也好意思拿出来丢人现眼？本座亲手炼制的9转清心丹，别说区区瘴气，就是阎王爷来了，也得乖乖给本座把人吐出来。这是老夫当年镇守北境时，先皇念我清苦，赏赐的一些御寒旧衣。老夫是因感念圣恩，才将他们深藏于此。靖王，你休想借题发花，污我清白！哼，哦，旧衣服啊！哎呀，没放稳。钱大人，你家这老咸菜长得还挺别致啊，就是不知道吃了以后是能长生不老，还是能当场投胎呀？是不是自己人？点根香，熏一熏，
不就全都露馅了？你这等的武夫定会用此等下作手段，伪造军械，构陷忠良。靖王谋反，伪造物证，我等要奏起陛下。前尚书一生清廉，岂会与南疆逆贼为伍？这定是你萧玄蓄谋已久，从别处运来的军械，只为铲除异己，堵住我等悠悠众口。他已经给了他们机会，既然他们自己不要脸，那他就亲手帮他们把这层伪装一点一点的揭开。赵德，凡冲入府门者，直接诛杀。遵命。末将参见靖王殿下。末将刚刚接到京兆尹求援，闻听此地有乱党聚众滋事，特奉兵部之令，率军前来维持长街秩序。靖王殿下深夜办案，辛苦了。此事牵扯朝廷2品大员，又涉及南疆军械，案情重大，还请王爷立刻停手，将所有嫌犯与物证移交我刑部，联合大理寺与刑部3司会诊，方合我大前律法。放肆！靖王殿下持天子剑，奉陛下口谕，摄政平乱。尔等一介城防军，竟敢阻挠办案，意欲何为？赵统领此言差矣，夜色深重，手令真伪，末将如何能够分辨？至于天子剑，谁又能保证这不是王爷您矫诏私造的呢？总算来了点像样的炮灰，不然本座都要打瞌睡了。爹，跟这群脑子里长草的老登废什么话呀？是不是自己人？点根香，熏一熏，不就全都露馅了？来，都闻闻，看看谁是忠臣，谁是那个叛贼。别急嘛，大头兵叔叔，马上就轮到你喽。香味初闻优雅，细品之下却仿佛带着尸骸腐烂的甜腻，极致危险。靖王萧决，你穷途末路，竟敢当街释放毒烟！你这是要将我2000城防军与满街百姓尽数毒杀于此吗？城防军听令，靖王萧决意图谋逆，当街施毒，罪证确凿，给本将放箭，诛杀乱反，生死不论。既然道理讲不通，那便杀出个道理来。切，就这点道行，也敢在本座面前玩潜伏，一群行走的蛊虫培养词罢了。哼，别急嘛，大头兵叔叔，马上就轮到你喽。爹，你看他们跳的这套南疆抽筋舞，可比东宫里的好看多了，真是一群活脱脱的臭虫呢。这就是你们拼死都要护着的大前清流。这就是你们拼死都要护着的大前清流。找死！哇哦，
左边那个三角眼，他袖子里有毒针；右边墙角那个斜拔子脸，他要扔毒烟弹。还有，躲在石狮子后面的那胖子，他身上的臭虫味道最浓，肯定是个小头目。制住他，快制住他！我错了，所有人都错了。杀！抓国贼！把这群叛贼都绑起来！靖王殿下在保护我们，我们不能当怂货！抓国贼，护我大钱！你这老登，眼穷叫花子，也不先卸个妆。赵德，末将在，带上这些细作的人头、供词，以及这满地的毒弩军械，快马入宫，呈报给父皇。传本王令，京畿3大营连夜拔营，5万精锐即刻换装，于北辰门外集结待命。王守敬，本王限你1个时辰内调集10万担粮草、50万两军饷，发往北营大军。靖王殿下呀，您这不是要粮，您这是要老臣的命啊！国库里早就空得能跑马了，莫说是10万担粮草，就连老鼠进去都得含着眼泪出来，连1粒陈米、半块铜板都拨不出来呀，殿下！没钱？老登，你忽悠鬼呢！王守敬这是在府邸抽薪，他这是想用后勤瘫痪，硬生生拖着我爹。王爷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若是殿下非要逼老臣交出粮草，老臣唯有一死以谢天下。不止老臣，殿下若今日当街斩杀掌管国库的朝廷命官，明日整个6部官员必将集体罢朝，到那时不劳敌军扣官，大钱便已亡了。你这老登，眼穷叫花子，也不先卸个妆哟。苏杭出产的云锦100两银子1尺，这布料吸汗透气，贴身穿最是舒服了，对吧？你这小童休要胡言！这腰带里头镶嵌的是西域极品猫眼石吧？随便抠下来行头，加起来少说也值个2万两白银。你跟本座说你没钱？爹，这老登说国库没钱，国库没钱怕什么？这帮老登家里一个个富得流油。没钱？没粮，咱们现在就去他们家里进货！你放肆！私闯民宅，祸及百官，这是要造反呐！非常之时，当行非常之法。国无粮饷，便取之于杜重。本王持天子剑，奉旨平乱，查抄逆党。全军听令，按暗装名册，挨家挨户去请粮。今夜所得9成充盈国库军饷，1成上全军将士，阻拦办案者以叛国系作罪，就地格杀。爹，这家看起来好肥哦。咱们从正门踹，还是从墙头砸呀？本座的雷达可是全宇宙最精准。小爵，你这是屠夫！老夫一生清贫，府内绝无军饷，老夫就算化作厉鬼，也要看满朝文武将你牵寡。王爷，前院后宅全部查遍，除了几幅发黄字画，几件残旧瓷器，连多余铜板都没找到。听见了吗？看到了吗？老夫两袖清风！昭昭，该你显身手了。本座的雷达可是全宇宙最精准。爹，那个石头包包下面，金灿灿的味道好冲呀，简直熏得本座睁不开眼。
国贼！爹，接着，这只破狮子肚子里还藏了个小本本哦。大前开泰3年，串联兵部侍郎，倒卖京畿精铁5万斤至南疆；开泰5年，私运军粮30万担；开泰7年，拓印北境3关布防图，3000套南疆重甲。这椅垫子底下藏着一条好大好大的长虫呢。真言在乾清宫。赵德，末将在。率5万大军押送所有粮草军饷，即刻开赴北营。遵命。哎，我还没看完呢。陛下，您糊涂啊！请陛下收回兵权，严惩萧决。放肆！萧决，你这是谋逆！老登，你算哪根葱？反了！他要弑君啊！决儿啊，决儿啊，你可算回来了，真害怕呀！真丢人！国难当头，朕把兵权交给你救命，可这帮老东西……不是萧决要逼宫，是陛下主动把刀递到了他手上。他们这是要眼睁睁看着大前亡国啊！一股比镇国公府地下浓郁100倍的血腥煞气，正从龙椅正下方渗透出来。皇爷爷，你先别急着哭，你这椅垫子底下藏着一条好大好大的长虫呢。这丫头说什么疯话？比地龙那家伙的味道还冲。这条长虫比我想的还要大。本来瞧你个头不小，还想勉强当个小点心，结果你浑身又腥又臭，简直倒尽胃口。装神弄鬼！杀！全力一击，竟连防御都无法破开。愚蠢的大前人！吾乃南疆圣灵，尔等凡人武夫也敢妄图伤我法身！你们大前皇气醇厚，甚是合吾胃口。吾借龙床之下转运大阵，已悄悄吸纳3年气运。大前皇脉渐衰，气运枯竭，3日后10万古军踏破边关。吾将领兵合围，把这座皇城化作无尽阴狱。吵死了！长得丑就算了，声音还这么难听，吵得本座耳朵难受。
找死！招招躲开！放肆！快放开我！本来瞧你个头不小，还想勉强当个小点心，结果你浑身又腥又臭，简直倒尽胃口，看着就碍眼。真脏。你算哪块小饼干？也配吃本座亲手搓的糖豆？想屁吃呢！救命啊！完了，全都要嘎在这儿了！左搓搓，右揉揉，毒素渣渣全都走。不然远远人会有人最大火。是朕的，是朕的大乾隆气呀！好孙女，我的好昭昭，快把金丹给皇爷爷！你给朕立刻就封你为护国长公主。陛下所言极是，此乃我大前皇室的至宝，理应上交宗人府，由我等宗室共同保管。没错，一个黄毛丫头怎配持有此等神物？若是胆敢私吞，便是大逆不道。按祖宗家法，当处以极刑，诛九族。你算哪块小饼干？也配吃本座亲手搓的糖豆？想屁吃呢！爹，张嘴！一群战五杂，连本座一根脚趾头都打不过，也敢跑来抢食。陆地神仙界，那是朕的江山。陛下，这逆贼正在强行吸收龙气，他此刻真气暴走，无法动弹，趁他病，要他命。好了，小爵，龙气就是朕的，朕会返老还童，君临天下。逆子，你的命和气运都归朕了。本座的爹正在消化糖豆呢，你们这群老登怎么这么没有素质？大人没教过你们不能在背后偷袭别人吗？敬酒不吃吃罚酒。躲开！快躲开！一群战五杂，连本座一根脚趾头都打不过，也敢跑来抢食。怎么回事？地动了！拉住我！吵死了！一个抱着骨头装神弄鬼的老瞎子，也敢在本座面前自称神尊！救命啊！
朕乃天子，朕不能。还有意外收获。搞了半天，只是看门狗啊！抱着一堆骨头装神弄鬼，北蛮人口味真重。南疆的虫子果然是一群废物。大前皇帝，朕言已开，3日后北蛮10万铁骑踏平中原，恭迎上古神尊复苏。大祭司有话好说，朕愿割让15城，年年岁贡，奉北蛮为宗主国。求大祭司给朕留一条生路，让朕在京城当个安乐侯就行。对，各地赔款，我们纵使出钱，只要不杀我。前线将士吃着草根死守边关，他在干什么？吵死了！一个抱着骨头装神弄鬼的老瞎子，也敢在本座面前自称神尊？无知幼逆，招嘎！别蹦到朕身上！爹，戏看完了。对付无赖，本座的办法多的能写满1本。父皇，你刚才说要把大钱割让给谁？哎呦喂，没天理了！杀人了！儿子要杀亲爹了！来呀，对着这儿砍！嘎了朕，你就是千古罪人！萧决，你手持兵刃逼迫生父，天理不容！逆子，你刚才破境的法门是从何而来？立刻将那仙丹秘籍给朕交出来！把仙丹秘籍交出来，朕可以派你去北京戴罪立功。爹，你跟这群连脸都不要了的老登讲什么大道理？对付无赖，本座的办法多的能写满1本。逆子，还有你这妖！妖孽！你竟敢当众毒杀圣上！萧决，你们父女俩完了！这次谁也救不了你们！果然如此。你得白纸黑字写下来，盖个红戳戳才算数嘛。朕不是人，朕不要脸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前线将士啃树皮，朕造了纯金马桶，10万两白银，就为拉屎更舒服。50万两抚恤金，朕跟户部尚书王守敬私吞了，炼了300颗阳丹，朕已经力不从心了。华阴阁御赐，是朕自导自演的一出苦肉计。刺客是朕安排的，
就为找个借口让他去北京送死。陛下，你也绝非良善之辈，私占3万亩良田，害得数千百姓流离失所。你密室私藏僭越服饰，每逢朔月暗自穿戴。光说不练假把式，皇爷爷，你得白纸黑字写下来，盖个红戳戳才算数嘛。太慢了，朕萧玄德不配位，愧对苍生。内耗奢靡，外戚忠良，私吞军饷，构陷战神，罪孽滔天，罄竹难书。朕自于自这，唯有禅让于皇九子，靖王萧决，以谢罪于天下。觉儿啊，求你继位吧。没有半分喜悦。